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的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前张骞舰长黄振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平安。还有首先带你来看到是，很多人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消息，想说发生什么事情？这不是美国最厉害的战机吗？来 F-35传出呢说，竟然是燃油耗尽，迫降在日本的松山机场。好，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很奇怪的原因是因为，怎么会突然燃油耗尽而必须要迫降呢？还是说这个飞机本身发生了什么问题？又或者真的是没油啊吗？怎么会燃油耗尽？他当时在做什么样的任务？这一些大家都很想知道。好，毕竟在这一整个亚太区当中 ，F-35呢，其实在这边布局主要是在日本这一边。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另一件事情呢，则是 F-35现在说有一个创举了，就是呢，它可以 A+B。好，什么意思？因为现在 F-35大家都说很贵嘛，那有2架呢说通通都受伤了，所以呢就把他们 A+B 的组合变成了一架完整的战机。那大家就讲说呢，这样子的一个新研发出来的 A+B 的能力，就要称它为科学怪鸟，已经开始呢初步的在进行飞测。如果真的是这样，可以两边加起来，前面到后面，左边到右边的话，那是不是之后对于美军来说，包括了预算啊，包括他们整个战力上面会有所提升？而另一件事呢，则是美军现在到底实力为何？因为看到这个消息，也很多人在说，怀疑他们目前的战力。来地中海呢说3年来第一次没有美国的航舰驻留，到底为什么？很多人呢就认为这是因为捉襟见肘，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兰德智库呢，他们就特别讲到了，说是受限于海军的船舰数不足，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在那边再多留一组人，因为以往来说这边呢会留一艘母舰嘛。那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在这边呢数量上面的减少，可能跟人力短缺也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地中海可以缺，在中国外海这边没有再缺的。来，美军有超过5000人部署在中国外海岸，随时待命，迎接的是解放军的挑战。大家就在讲了，其实去年底的时候，美军不是大举的后撤吗？从冲绳这边撤到了关岛、夏威夷。那现在在这里要随时待命，是表示他们其实要在这边还是保有自己的力量。因为呢，川普刚刚上任，很多人都想问他现在对于盟友的态度是什么？传说最新了，说美日澳菲4国的军演呢，即将会在2周5礼拜5号这边呢开始来进行，要做协同合作。告诉你，川普即便就任，我没有离开。至于印度呢，印度也一直强调我的军事实力现在是很好的，我还可以卖军事武器。他们呢说海军有3艘船舰同时入列，这里面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苏拉特驱逐舰，包括了护卫舰，包括了潜艇，可以同时一起出去，增加一个新的船舰。但是呢，现在是不是还能够做到自主研发？很多人呢其实打个问号，说其实还是改来改去啦，叫做混血儿。而新的总统上任，印度这边美日印澳4方会谈，这还会成吗？大家要确认一下啊。莫迪现在说呢要即将访美了，可是也就在他访美之前说呢，美国这边首次动用了军用运输机，把超过100名的印度籍无证移民给遣返回印度。这件事情会不会让印度人其实呢就会有点不开心？来，大家看到两边之间的互动会是怎么样？而且呢，现在川普什么都要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嘛，那印度呢太大的一个贸易顺差，他们也会怕被叫价啊。传说呢，他们已经要妥协了，关税大降，好，包括了什么豪车啊，还有能源，现在有可能呢就会转向印度去了，让这边呢变成一个新的市场，解决一些所谓顺差、逆差等等的问题。至于在解放军的部分呢，我们刚刚讲到，美军再怎么样都不会离开这里。解放军现在呢，则是说确立了定位无人机的2栖航母，也就是076。目前啊，076可以看到他们的甲板上面还有空中的多架攻击直升机呢，这无人机呢，现在有3条的红线托举起来，变成一个川字，所以呢，就讲说4川舰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川字，
有它的舰名的意思存在，那代表着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攻击或防御能力等等，要请专家说给你听。至于他们现在的地下碉堡，说是因应台海冲突在建立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对于两岸之间，我们现在该在意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它是五角大厦的10倍，那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我们必须要注意，对我们来讲影响很大的？回过头来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呢，现在2架的 F-35，这应该算是美国最厉害的了，竟然会燃油耗尽，还必须迫降在日本的机场。我认为那个就是军演啊，可是他不能够跟台湾军演，所以就假借个名义啊。因为 F-35就是在航母上面的，是不是？所以就是有时候有紧急状况要到台湾看一看，所以先熟悉一下松山机场的状况。这不是台湾的松山机场，这是日本的松山。是日本的松山，对，日本的松山机场，4国爱媛县的松山机场。那这个就没什么啦。日本本来跟美国就有那个防御条约啊，只是它忽然的迫降会让人家说燃油耗尽，那也安内啦，出门无炸油呢。这当然有可能啊，就是那这个就是人为的因素了啦。可能他自己没有弄好啊，对啊。因为他们本来就有防御条约，我还以为是台湾松山。没有，日本。我一开始也以为对，日本。好，那修正。如果是日本就不是新闻了。这个只是美国自己这个训练疏忽了这样。那离开地中海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中东刚落幕嘛。是。中东的航母本来就为了以色列啊。对。所以那个地方现在并没有战情啊，所以就可以离开，因为他待在那里很久了。是啦，那个是官兵总要轮换一下吧，不然很辛苦的那我觉得那个 New Talk 像这种标题真的很怪事实上，它跟下面那个自由时报那个是同一个新闻啊。事实上就是人家来演习嘛。所以你最近就会看到中国周边美国的军舰变多了，所以当然就有5000个官兵啊。结果你那个标题给人家下说，围在中国外面。实际上不是嘛，它就是美日菲澳的4国军演这个例行的啦，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有特别的情况啦。是那我觉得我们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那个要盖的这个最大的指挥中心因为规模这么大，给我的感觉是，它真的就是要结合方方面面的力量啦。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各种这个军事上可以用的工具实在太多了，所以需要有跨军种的讨论搞不好还有民间单位、军工产业，或者是民间有时候协防军方的一些单位都要进来讨论，那这个当然理论上当然就是因为它周边国家很多嘛，总是要有一些预案所以你说是不是针对台湾海峡？台湾的战争，这当然有可能是那可是也不止啦。你如果要在北京搞那么大一个那我相信他讨论的各种预案都有了，比如说针对日本的针对朝鲜半岛的，甚至是针对俄罗斯的，我相信都有因为你去北京就看中国外交部那栋大楼，你就知道它的规模嘛。那是军方军方就要有实质的东西，有这个实质的部队。那个比外交要复杂多了，是所以这个当然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他要进入实作阶段，这个是比较令人家担忧的啦，就他累积相当的实力嘛，那现在很可能就预期自己要进入实作阶段，那也不排除可能会跟美国有局部冲突，所以就必须要有整合的决策单位所以以前可能还有点那个韬光养晦那现在都要浮上台面了。那实际整合作战怎么弄海空加陆还有火箭军怎么配合，就变得更复杂了可是值得忧虑的当然就是它很可能就要进入实作阶段所以这个对台湾当然不是好消息了。是。好，但也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真的很大，那所以呢看得出来是他现在已经开始要做更多的准备，而且是告诉你我有在准备。但也想要请教一下舰长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到年前那076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在讲说，他到底有什么能力？现在有看到更多东西，您看到的是什么？
076哦，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两栖攻击舰，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两栖攻击舰。它今天我看到一张图哦，就是福建舰这么大，076这么大，075这么大，大中小三型。那075是4万吨，4万吨就已经很大了。那076有5万多吨，它比大部分国家的航母还要大。然后它又有电磁弹射，这两样东西加起来已经让人家觉得哇，你怎么会想到这样去做？那还有第三个，攻击11上去了。对，攻击11哦，是一个叫飞翼设计啊，就像一个老鹰张开2个翅膀，所以它飞行的时候它耗油非常低，它最大的起飞的重量是12吨，它可以飞航程有4000公里。那我们台湾有一个飞机类似这么大，经国号。经国号最大的起飞重量是12.5吨，经国号最大的航程多少你知道吗？1100公里。你一个两栖攻击舰，一个无人机，你飞那么远做什么？其实，在我们感觉它飞很远，没必要打这个两栖攻击战，但其实它是飞得久。我有4000公里的制空，所以在整个两栖作战这个期间，我有这个飞机在空中做所有的在那里侦察。指挥，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就他的这2个构想，是让人家觉得从来没有人这样去想过。以前这样想的大概就是航空母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刚有看到一个这个 F-35两个像科学怪人斗起来一样，大家觉得听起来可能好像很不得了。其实你叫我们的这个航巴啊，去把我们的2个金国剁开来斗起来也没问题。你知道那个技术不是困难，什么地方困难你知道吗？刚好这么巧，有2架飞机，你的头坏了，它的尾巴坏了，那个机会非常难得。你今天一个飞机头坏了，你到哪去找个尾巴？你找不到一个尾巴。刚好那架飞机的尾巴坏了，所以2个飞机斗起来，就像法国以前有一个核子那个动力这个潜舰的叫珍珠号，它在进屋修的时候，它船头火灾烧掉了，那它怎么办？把从中间切断，然后它正好前一年有一艘一模一样的。退役还要把它拉出来，又截断2个斗起来，就是你说它的技术困不困难？我们台船可能都做得到，那它什么难？恰恰好有2个一模一样的，一个头坏了，一个尾巴还好的，可以给它斗起来。这是第2个。那第3个就是刚刚这个 F-35为什么迫降在日本机场？对，我大概查了一下，大概有3种可能。是，第一个就是这个起飞以后这个航程预估错误。我们以为这一趟只要耗，好比说20吨油，结果哎呦这不够，但这个太低级的错误，不至于，不太至于，连自己要去哪里都不知道的感觉。不是，就是你怎么会算不出来呢？第2个就是有一架漏油，因为有一架对出事了，那2个就一起，他不可能说让你一架过去，他会2个一起下，这是一种可能。还有第3个就是飞到一半，临时叫他出了一个任务，然后往这走，到这去。弄忘记了油不够，回来的时候这样，这也是一种可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下的碉堡，不，地中海的这个缺这个航舰哦。是，其实当初这个叫做这个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老美派了2艘航母到地中海，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压抑，因为地中海的环境非常不适合航母作战。为什么？它四周全是陆地，它中间不是很长，它最长的地方大概1000公里。那航母一打仗，它张的那个翅膀大概就要1000公里直径，那你旁边都是陆地，而且你记住，这个陆地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陆地。我一个航母在这走，每一个人都可能打我。稍微有一点那种什么，好不好？电磁信号目标，因为它都是陆地啊，亮光也好什么，它在那里哦，整天就紧张的要命。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真的觉得好奇怪哦，航母怎么会跑到在一个这么平常没关系，充满敌意的话，那里通通可能打他的，怎么会派他去呢？这是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像这个北京这个地下碉堡这个事，这是所有国家未来发展作战的一个形式，因为未来的作战一定是 AI 作战。我跟你讲，他那个在 AI 可能在叫他做什么，对，他自动帮你指挥作战，对，那人就在那里看。你就看状况这样子，哎，我说我要看这一块，把这一块放大，然后你说这个我们该怎么办？他建议在这边，最后我做决策。这是一个未来的这个趋势。你看他已经做到这么大，全世界现在他最大。
好，但也必须要请教大中老师哈，因为现在世界局势就是一直在转变当中嘛。但当你看到中方它开始有更多可能更先进、更完善的准备的时候，大家会开始预想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对中国大陆而言，它当然有它的国家安全的战略观，它对周遭的一些威胁环境向来有非常长期的观察。那对他而言，当然现在全方位竞争的目标就是美国，那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对象还是美国。那发生冲突的主要的原因不外乎是，比如说南海，更有可能就是台海。我觉得不外乎是这几个主要的这个地点。那我稍微提一下印度，因为我觉得这是蛮值得玩味的因为应该大家需要观察一下川普上任之后，美国跟印度的关系到底如何因为莫迪总理下礼拜就要去白宫，他会成为第一批到访白宫的外国客人之一包括前几天的内塔尼亚胡，还有明天的这个石破茂，接下来应该就是这个莫迪。而且我觉得莫迪还蛮有意思，因为川普上任之前到上任之后，他点名过很多国家，其实印度并没有在川普点名的范围之一。川普被点名过的，从加拿大、墨西哥，包括像是这个哥伦比亚、巴拿马、丹麦，甚至包括乌克兰，基本上只要被点名的，不管你表面是不是很强势的回应，但其实来说都做出不同程度的让步。但印度还没有被川普点名过，可是看印度的各个政策，还有释放出的蛛丝马迹，他已经主动向川普释放出很多的善意，而且是根据外媒的报道，其实在过去几个礼拜以内印度跟美国就有一些接触，而且莫迪非常知道川普要的是什么东西，两个，一个是经贸，一个是移民。大家会认为说移民到底跟印度什么关系？其实去年2024年的统计印度的老百姓透过美墨边境非法移民被美国所拘留逮捕的人大概有25000多人。那去年一整年只被遣返1000人。那川普上任之后很快，动作很快，而且他遣返回印度的这些104人，基本上是莫迪政府向川普示好的重要的这个指标之一，因为他已经表明说，印度政府愿意配合川普执行这遣返非法移民的计划。那第二个是川普最在意的是经贸的议题因为其实印度跟美国的关系经贸方面蛮密切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不外乎是中国，有时候多数时间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美国。那2023到2024会计年度双边贸易额是高达1200亿美金，所以在还没有被点名的时候，印度已经示好，比如说刚才讲到，我先释放讯息，调降部分这个美国进口的一些关税来做准备，因为未来一定川普会提到贸易逆差，大概还有300-400亿美金，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是川普盘点的主要的目标之一。所以印度是个特别例子，它是非常少数川普还没点到你自动开始示好让步的一个范例。所以我觉得未来值得观察。毕竟呢，现在在大家跟川普交手的过程当中，你都会想一想，我到底应该要先释出善意，还是等他来跟我叫价，我再跟他砍价？这谈判的技术很重要了。但你来看到的是呢，是现在他又改变了他的政策。昨天听到了 US Post 讲说呢，拒收所有来自中国还有香港的包裹，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呢，在关税调涨之后，那个800块美金以下不课税的这些小包裹，他们认为这一些都在侵害美国人商家的权益啊。可是现在呢，又法夹弯了，没有我们现在在重新接收信件啊、包裹等等，不受影响。这里面呢，大家讲本来想要伤的是，比如说 Shein 啊，还有天母这一种，就是所谓的中国这一些的运营商，但是会不会其实反而造成内部很多人的一个不满呢？不止快时尚，现在美国消费者呢，其实你必须要讲，现在他们就是没有自己制造东西嘛，很多东西都从外面来。那如果你要去从中国这边买到中国制造的，就要加税的话，这些通通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大家也必须要理解一件事，对中方会很伤吗？中方的官媒告诉你，其实他们早有准备。毕竟呢，在上一任川普任期遇到关税大战之后，他们就已经开始做出调整了。所以现在强调的是扩大内需，原因是因为呢有内循环有外循环。现在先把自己体质给调好，长好长胖，抵抗力好了之后，
他再来跟你好好的谈一谈如何较量。但是对于这一波的关税战，世贸告诉大家，中方他们确实是已经提出了所谓的申诉，也就是呢，这算不算是带有歧视性的恶意加关税？这世贸这边他们开始在收到了申诉之后呢，要开始来好好调解了。而中方呢，他们这个5连击当中有其中一个就是对于稀有金属管制出口，里面包括了钨啊，包括镍等等。好，这一些呢，其实很多都是半导体人工智慧的催化剂，也就是呢，它算是一个必要的元素。那如果说呢，这些东西，因为中方他们一直以来在炼所谓的稀土还有稀有金属的这个部分呢，确实他们的质量是比较高的，产量是比较大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最后会伤到美国？这些呢，大家也在看后续的发展还有效应。川普上任呢，其实有很多的创举，包括了关税大战，好，包括了巴拿马运河，他强调是什么？不能让中方去管控啦，这一件事情会影响到美国的权益。今天美国国务院告诉我们说，美国政府的船只已经可以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了，巴拿马政府已经同意不再跟我们收通行费了。大家就想说，哦，所以他真的屈服了？没有呢，巴拿马他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并没有对任何通过运河的费用或权利做出调整。所以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大家会有点看不太懂。毕竟呢，现在大家看川普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关税现在呢说要跟加拿大、跟墨西哥来谈，纷纷大家都低头说好啦好啦，你讲什么我们通通应允你，等等等。棒子好像很有用，可是让大家觉得进入了一个新帝国时代。好像呢，他们自己的《华尔街日报》也这样认为，是瓜分地盘，你想要人家做什么，人家就一定要依你一样。连《纽约时报》是怎么讲的？说呢，他在加萨这一局讲说，美军有可能不排除去部署在加萨这一边，要变成蔚蓝海岸，要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去，也让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美国人自己都说你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了，更不用说加萨当地的这一些难民们，他们已经经历了这些战火，现在呢，川普还要赶他们就说下地狱去吧，这真的是太过超过了。就因为呢，现在川普上任之后，世界局势确实一直在转动当中，大家感受到那个不安感，所以最近如果你去看到美股呢，它会有一些的转变，美债呢这些也开始有了一些殖利率今年创新低，那价格呢在涨高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情势不同。而金价的部分，纽约的期金呢现在一度已经升过了$2900，现货价同样是创下新高。世界黄金协会就告诉大家了，现在大家呢其实那个黄金需求是很高的，甚至还连续3年已经扫货超过1000吨，你就知道这几年来局势的不同、局势的变化，让大家其实投资人是会比较容易有一些风吹草动会收手的。所以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世界局势？当然会影响到就是这个所谓黄金啊，所谓这个金融界的一些变化。但是呢，如果说是关税战的话，大家想知道的是，川普这一回到底他会怎么打？我这个小包裹本来要其实不会到禁止入口入境啦，他只要课他钱嘛，他要课税啦，对啦。那可是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啦，消费者嘛。那这个也不是说 Temu 吸引他们就没招啦，他们就不得不到美国盖大的仓库，所以就改成比较大的包裹，然后到美国再做分散寄发嘛，这是要花点成本啊。集货啦，对对，就是集货，集货啦，对，这样讲有没有听得比较懂？叶莹常常在集货，所以知道哈，我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说以后美国要跟中国买这个吸引 Temu， 那就会累积到一定的量啦啊，所以。这个不算关税战啦，这个不是啦，他只是怕看你逃漏税不爽啊。真正的关税战是加拿大、墨西哥跟中国这一种，是。可是我认为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啊，因为他前面都加个前提，说芬太尼没处理好啊，那个边境管制没做好啊，这你如果真的是针对关税战，你应该把贸易平衡放在最前面啊，也对，对不对？所以你看他随时都可以缓一个月啊，表示他就有很多议题要谈嘛啊。我认为接下来如果第4个单位被课关税了，目前几率最高就是欧盟了，那这个就是关税战了。OK，
这个就是要欧盟你一定要跟我弄清楚，因为欧洲跟美国是最大的贸易啊，对，那它的那个贸易顺差仅次于中国了，啊，那很不幸，欧盟接下来可能就是日韩台咯，我们是躲不掉的啦。台湾我看最近的资料排第6，排第6啊，670亿，这个实在是没办法。可是我一直在讲说，我们到美国投资，导致我们贸易顺差增加，这个我们一定要大声说话了，不过我觉得川普有一些有一些那个政策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你把关税拉高嘛，是啊，那照理讲你就要发展国内的制造业嘛，对，你有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是。那美元怎么可能不贬值啊？美元怎么可能不贬值？那你又希望透过这个来拉高美股，那美元就会升值关税战实际上是会引起美股窜高，是，可是资金也会进来买美股啊，所以你美元会升值对，那你美元升值，你美国制造业怎么办？你出口竞争力就会没有办法那么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对，因为我跟你讲，川普最使得上力的就是韩国、日本跟台湾啊，他就叫这3个国家要货币一定要升值，对不对？所以我们最近台币不是在升吗？我们台湾就是最乖的啊，我们就是乖宝宝，就是知道美国要干嘛，我们就先做了，中国才不理你嘞，中国还打算要贬值嘞。因为他要考虑他的竞争力，是，所以他前一阵子升到7.2，可是很多人都认为他会贬到7.5，也不多啦，3%啦，可是他一定要冲销嘛，冲销你各种影响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川普到底要在哪一个点上是真正他的政策，现在连联准会都不知道，所以联准会现在只好说那个降息先 hold 住，对，他不敢降息啊，对。因为关税战下来，美国物价一定会涨嘛，对，所以联总会怕，所以你看我们现在3月本来大家预期要降息，没有，现在大家都不敢讲了，不是吗？所以这个川普的真正的名字叫做不确定啊，就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一个超级不确定的因素，叫做川普了，那他也可以开投顾公司啊。所以股票一天跌一天涨，你难以预测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构成了世界的变数，对，所以每一个国家都很难去说我今年的政策要怎么走，因为加拿大跟墨西哥就是啊，一天就翻了，对，这谁料想得到，对不对？所以隔天中国股票全世界股票不都大涨，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个我们大概要先看个半年吧，才会知道它的路子啦。至少它跟中国的部分要慢慢清楚，还有跟欧盟的部分要清楚，那可能整个结构才会浮现这样。就是对市场的份额比较大的那个部分，先搞清楚它到底要这边出还是这边出，还是你都不出，那个影响很大嘛。来请教一下大中老师会怎么看？对，我还蛮同意的，就是因为现在川普的这个局里面中国大陆跟欧盟是比较大的一块，它不像之前川普所点名所指向的这些国家，即便也是中等强权，那都无法跟北京跟整个欧盟比，所以要慢慢看。第二个是川普，虽然我们都知道他讲要让美国再度伟大，但是什么是美国利益？对川普而言，他一定要把它量化成实际的数字，才是美国利益。以前我们会很常提的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的区域影响力，美国的领导威望，对他而言都非常的抽象，一定要把它转换到实际的数字，他才能够判定对美国好或坏。老板习惯看报表，对，要看报表，这就是他那跟一般的国家的领导者，或是美国过去领导者是真的重大不同。那个讲到加萨，我觉得感触也蛮深，就是因为大家如果回忆一下，川普在跟内塔尼亚胡谈话的过程里面，他的确他用字本来就不会那么精确，但有2个字眼让大家神经就紧绷。第一个是美国要接管，对。那第二个是要让这些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要永久安置到其他国家，是。那就这2个字就炸锅。那先讲这个接管，其实接管为什么今天美国的官方又把这
又把它拉回来立场，其实很合理，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不太对劲啊。你要让美国，不管你讲的接管是让美军啊，就像你所讲，帮这个地区里面重建，或是说未来为这个地方维持它的秩序，那这两个出钱又出力，根本不应该是在川普的字典里面，不是吗？按照通常的川普会说，这关我们什么事？加萨你自己负责。对。可是为什么他昨天讲到接管？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压抑。第二个是永久安置，那也是看起来是浩大的任务，而且可能在很多政治上会有反效果，所以无怪乎今天他又收回。但基本上，我觉得这部戏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哈，因为已经有些后续的作用力跑出来了。我甚至相信，在川普跟内塔尼亚胡见面之前，他对加萨的方案可能。美国的重要盟国盟友其实搞不清楚他要讲这些东西，因为你看，好不容易的加萨的谈判，即便是在拜登任内谈成，但是我们也知道，川普是派了他的中东特使去加入拜登团队一起去谈的，是，所以这个里面谈了老半天3阶段，川普也是说好的，而且里面也包括美国很重要的，包括卡达、包括埃及这2个跟美国在一起去促成它。可是今天当你这个风声放出来之后，我觉得。对于目前3阶段的这个谈判的进程是岌岌可危的，好，因为我们知道第1阶段的第16天就是进入到第2阶段谈判，其实现在已经现在进行式，但它杀出程咬金之后，其实反效果非常强。先不管巴勒斯坦，不管哈马斯，连美国的一些好朋友们都可能会有反作用力，而且川普不是要造成中东地区的大和解吗？以色列跟这个沙特阿拉伯要重新建立关系嘛？那现在做成这样子的话，这些一切又有待重新观察，所以变数又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好，大中老师刚刚提到哈，说川普讲这些话，其实很多人吓一跳。据说了，美国很多官员，包括国务院的官员，他们其实本来也不知道他要这样子讲。好，大家就是在讲了，到底现在川普他的那个不确定，今天 A 明天 B， 或者忽然想到 C， 然后对着媒体就讲出来了。大家也想知道啊，战略上面这就会改变很大，包括请教舰长，巴拿马运河，国务院说不用钱，巴拿马政府说谁跟你讲的？这个跟我们以往认识的美国很不一样。我觉得不太可能不要钱，因为巴拿马运河的维护你要花钱去的，就他是说政府船，对，政府船也不可以。你要知道，当初他不是建这个运河的起始的钱是美国建的，但是后来因为发生很多问题，这是别人的国家嘛，后来就经历了20年，逐渐的才还回去，是最后完全交还给巴拿马了。这是我国家的主权，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做这个东西维护，我要等于说你每趟过，我要花钱让你过去的。当初你花的钱我该还的我也还了。你现在凭什么这样威胁我？那你看川普的所有的做法大概这样，我这样形容一下，川普所有东西要求就是手掌举这么高，一副要重重打下去的样子，会不会重重打？不一定，他开始开条件，如果你这样那样那样那样，我就不打，或是我就打轻一点。所以他姿态永远拉得很高，但是他不见得会这么做。那这是一个，所以这是他开的条件。第二个，以前真的他拉起来这么高啊，大概所有的国家都只有挨打的份。但是现在对，就像他当初打日本那广场协议，那是轻而易举啊。但是现在为什么他比较困难？第一个，美国的地位在这就低落，他的领导力没有这么强。第二个呢，就是他敌人都是敌人。以前你就打我日本一个，那我当然只有任挨打。现在你打那么多人，我在想，我跟着大家一起跟着你回击好了。所以现在没有人会等着坐在那里挨打，只要你说完之后，你去看执行看看，人家都会站起来反击。尤其中国，你就是用一个关税战，对不对？你看中国最近的，它是组合拳呐，你关税我也关税打你。我还给你查这个反垄断，我还给你来这个限制你的这些关键的这些叫做什么，你那个原料这个出口，所以未必他能够会怎么样。然后最后我要讲一个这个，今天有2个新闻吓我一跳。第一个新闻就是刚刚这亮哥也吓了一跳的，2架 F-35降落松山。第二个就是说要叫那个加沙走廊的人全部移走。我刚才看到，我觉得很愤怒。然后，当我整个看完之后，我觉得他是对的。为什么你知道？加沙走廊紧贴的以色列，这2个民族解决不了仇恨，你摆在那里，终究还会再打。如何一劳永逸？真的要迁走？那迁走迁到哪里？
埃及跟那个约旦都不是好地方，因为还在附近。我建议一个地方，澳洲的人口2600万，土地的面积是台湾的212倍大，它急需移民。那移民的钱、建造的钱谁出？以色列。为什么？他移走了这个地就你的啦，你是不是应该去买呢？所以我建议美国把这一批人由以色列出钱移到澳洲去。好了，但也要问问看人家要或不要嘛，毕竟搬家你也得先问我的意见嘛。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呢？对我们来说，那个其实也有宗教上面的问题，还有千年上面、历史上面的纠结问题。这其实美国很多人他们自己内部也都觉得，这样讲好像不太适合哦。其实呢，美国内部现在还在意什么？还在意这一部电影啦，《哪吒2》。好，现在呢说在中国这边票房超过58亿人民币，超越了长津湖，已经变成了冠军了。我昨天看还是亚军，现在马上变冠军，那个速度很快呢。好，现在呢创下纪录，大家讲这部片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它是一部动画片。胡锡进就直接讲了，这个重点在于，当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功夫熊猫以前你看他觉得很厉害，但是这种已经是好莱坞动画片，啧啧称奇，好厉害。他觉得看完哪吒2之后，觉得我们其实也可以比过人家。现在呢，哪吒2他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的一个画面。你看看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呢正在做宣传啊。为什么？因为2月14号，也就是呢在情人节的时候要在北美上映。那现在呢，他们的网络电影资料库还有对它评分，说是8.2分，其实分数呢也还不算低，要抢攻国际市场了。这当然对于中方来说，他觉得这是一个走出去。以前我们的动画觉得好像差人家那么一点点，现在我们很多东西可以自己来。那这一位呢，这个是导演叫饺子，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特别讲，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尝试要找国外的特效团队，但后来决定自己来，听他怎么说。因为哪怕我们找到一些顶级的视效制作团队，但因为我们是中国的项目，难免会对我们带有傲慢与偏见，而且就不是创作心态了，就接包的心态。也许它是一个顶级的工作室，但它可能也用3流的人员来完成我们的项目，所以我们外包出去了之后往往好多镜头都不尽如人意，最后还是收回来自己国内的团队来用心的去打磨，来兜底。才最后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以往我们所仰望的那些大山，其实也是死磕出来的。好，这就表示什么？表示他们现在也出了自己，杀出了血路了。过年期间呢，除了哪吒2之外，另一个重磅消息当然就是 DeepSeek。大家就讲了，这2个东西呢，其实好像都变成了以前看美国很厉害，现在忽然之间发现，原来他们也自己琢磨出来了。譬如啦，《封神演义》呢，现在大家就看到说，里面有一些弄得很白，看起来又觉得像白宫或者是五角大厦啊。那呢，又或者呢是什么？这个说剧中呢有一张绿牌子，他们想要绿卡，反正网络上面网友有很多的在美中之间对比的那一些想象。但其实这一些呢，都是源自于在两边长期以来的一些心里头的心态、态度问题。还有什么呢？还有以往呢，大家讲到了 AI， 可能觉得矽谷很厉害。在 DeepSeek 出来之后呢，中方的8大云厂商都已经集中上线了，国外亚马逊、微软、英伟达其实也通通都加入了。现在呢，也发现了里面用华为的新的晶片来升腾910C 来帮忙算，这里面呢也达到了说呢，可不可以是跟辉达 H100来做比拼？大家就说这一些呢，其实是方方面面、层层环节扣着的，让中方在发展 AI 这边长出了非常多的信心。而现在呢，辉达的 GPU 呢也说，在 DeepSeek 运算之下呢，也提升了800倍。而这一些呢，也是以前觉得比较难想象达到的部分。因为这一些让美国呢突然开始紧张。虽然美国矽谷这边很多人都讲说，我早就知道中方做得出来，但是政治界不知道啊，参议员很紧张啊，说现在呢下载 DeepSeek， 现在他们打算要把它变成提案，变有罪，甚至还有期徒刑，个人要罚100万美元哦，企业要高达1亿美元哦。但是
德国媒体告诉你，你美国什么都要禁，什么都要搞的话，这样子什么都要补助的话，会让美国企业界变得懒惰啦，没有比较好啦。美国媒体呢，则直接感叹了，说这一些呢，其实是已经没有办法被封杀了，不要再想要去消除，你可以用正向的方式来跟它做正面的迎战。而 Google AI 呢，先前一直告诉大家说，没有，我们不用再武器，不用再监控，可是现在好像已经移除这些承诺，那是不是代表美方政府的态度立场有了一些改变呢？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哪吒2跟 DeepSeek？ 这个是过年期间最夯话题。其实你还可以往前把那个黑悟空弄进来啊，那个是去年对那个就是10月左右那种 A 级的游戏嘛，因为它的收益是10亿美元，对啊，10亿美元，它是因为它是全球的，那哪吒还是国内的收入，那事实上预期票房会到72亿啦，人民币啊，那也蛮多的啦，72亿也接近10亿美元啊，所以其实两个都有点类似的地方，就是到最后就是都是国内自己的技术人才这样白手起家弄出来的啦，啊，因为真的你找国际级的，人家不会把你看在眼里，因为导演又不是徐克，对不对？这个导演也有关啦，你不是国际知名的导演嘛，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硬着，就是自力更生呐，那把各种技巧都做到啊，那他是一天首日票房就已经破新高了啦，那 DeepSeek 是更可怕，DeepSeek 它是我们有对那种各种 APP 啊，说你到达1亿人使用是花了多少天啊？那美国的那个 ChatGPT 花了60天，是到达1亿人使用，DeepSeek 只花7天，哇，这个是吓死人了啊！那我们还没有去算。因为它是开源软体，对，所以人家可以把它的演算法，因为会有软体专家嘛，我就把你的算法弄到我自己的网站啊，弄到我自己的产品啊，那个造成了遍地开花的效果，就有点复数效应的感觉。你这个可能要半年之后才会知道了。OK， 所以我跟你讲，你现在就是说，比如说 Google 刚讲的那个 Gemini 啊，2版嘛，2.0啊，那 OpenAI 等，他们到底订单会不会抢走多少？他们也不知道，因为至少中小企业才不要花你那个大钱呢，我就用这个够用的就好了，啊，就是反正我就够用嘛，啊，那这个我认为获利最大的是印度，因为印度大模型做不出来，我就用你的，那我就可以衍生出很多 APP 的产品啊，这个印度人也是很厉害的，是啊，那个 DeepSeek 它这个。比较难能可贵的地方是，我们知道发明一个东西0到1是最难的啦。对。那中国的经验就是1到100很快了。它现在是0到1的突破。所以接下来衍生出的遍地开花的产品，那个会很惊人啊。那到时候它就会开始有一些收入。它现在没有什么收入啊。所以它的数据模型就会越做越大。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用它的数据，只有到2023年10月。因为它钱不够多啊，因为你建构数据是要花钱的，那他现在可能就有钱来开始把数据弄大，可是这个工作比较好做，比较容易做，那它事实上引起美国的注意是 R1 模型啊，就它的推理能力实在太厉害了啊，因为我自己全部都用啊，它速度最快，而且它不怕，它把它整个推测的逻辑都告诉你。说我这个是这样写出来的，这个连那个 OpenAI 的阿特曼都说是厉害的推测模型，就是这样。就是呢，在 AI 的路上，现在因为川普呢他自己就任之后，他也认为这是一条该走的路，所以他花了大钱，希望呢在这边做发展。但是到底这一战谁会领得先机？我们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讲到呢，哪吒2还有 DeepSeek 横空出世之后，其实美方这边是蛮多人有吓到了，甚至参议员还说，要来进法则。请教大众老师。对，目前美国有些国会议员或者是所谓的精英，可能有点过度反应哈。我们知道，
其实川普1.0的时候，就是大家着重于是关税，到拜登很明显就是科技全方位科技制裁。现在川普2.0感觉起来就是聚焦在这个 AI 了。好，所以看到川普其实本来有好多动作，比如说他一开始不是说5000亿美金基础建设这个讲得非常大声，而且所谓的商务部长的这个被提名人卢特尼克也特别讲说，要塑造这个属于美国的全球性 AI 规范，而且是大家是来遵守的，美国不是追随者，是制定者。那第三个，我觉得川普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动作，就是任命所谓的 AI 跟加密货币的这个沙皇萨克斯。他做了还蛮多的事哈，我现在举一个他所讲的话，他怎么来判断目前美中在 AI 方面的竞争？第一个，他对现状的看法是，我觉得还蛮务实的，就是美国早就不是一枝独秀，有点是并驾齐驱，而且美国要进方被这个后来弯道超车超越，这是萨克斯的讲法。而且他说，目前所以 OpenAI 的优势非常的薄，大概只领先3到6个月，意思是很容易被超越。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状况？他要举3个原因，大家听听看，我觉得蛮有趣的。第一个，他认为美国这些大公司，包括 OpenAI 太轻敌，你发展你自己投下重金，但是你没有注意到竞争对手可能用比较低廉的代价，比较未必那么高阶的这些所谓的晶片，能够达到跟你差不多的效果，这是萨克斯讲的。第二点很有趣，他说，这个我们都不陌生，要怪 DEI 了，多元平等跟包容。所以 DEI 很多时候就会被拿出来鞭打2下，比如说前一阵子那个不幸的撞击事件，或是美国不是马斯克说要关闭所谓的 USAID， 因为他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这个 DEI 的事件，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沙皇他说因为这些大公司浪费太多的时间跟金钱在推动所谓的多元公平跟包容。第3点，他说因为拜登害的，因为拜登在2024年公布100多页的所谓 AI 的发展规范，就川普行政命令说不要有这些东西，因为那是自缚手脚，反而会限缩 AI 的发展。那现在川普我觉得这个萨克斯要做的东西也蛮多但是我觉得他对于实况的判定，我觉得有些地方算是准确务实，但有些地方可能未必是如此。我觉得目前来看，就是美国有没有办法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之下维持它领先优势，我觉得非常的严峻。所以刚讲这些参议员这些所谓的政策，刚讲是个人，我们昨天也讲过，这个罚得少。现在他是说连你要跟中国大陆的研究机构进行 AI 合作，都要罚款最高1亿美金，这是他的推案，不见能够成功，但可以反映出内心的这种忧惧、疑虑，就是中国大陆可能会大幅的超越。是，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总结。节目最后要请舰长总结。现在很多人在猜 DeepSeek 到底花了多少钱，我讲以下2个资料给大家去想一下。美国开发这个 OpenAI， 它总共花了到今天9年2个月，它现在的这家公司的员工 OpenAI 的员工是1000个人。那大陆的这一家杭州的公司呢，2023年7月才成立，到今天1年半，现在它的员工人数低于200人。你去看看，140个，你就知道它2个差距有多大。第二个我特别要提醒一下这些不管政府在哪里的，你知道像川普的那种成立国际之门的这个东西是正确的，